如果你还在花几千元买什么自媒体陪跑课，或者在用那些听不懂人话的国产 AI 瞎忙活，那这期视频能帮你省下一大笔钱，甚至可以改变你的职业生涯。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和最近很火的 AI Gemini 是属于同一家公司吗？假如让 Gemini 指导你去做自媒体会怎么样？很多人以为用 AI 做自媒体就是让它帮你生成视频或者图片，其实并不都是这样。几年前，国内的视频网站还在起步阶段的时候，由于缺乏优质内容，平台官方会邀请很多有潜力的创作者加入官方的社群，由平台专业的内容编辑对视频创作进行培训，甚至是1对1的指导。我当时被平台划分为知识型博主，虽然创作主要还是靠创作者，但毕竟官方更知道如何迎合算法，所以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我有几个在国内播放破1000万的视频，就是经过他们1对1的指导才做到的。现如今平台已经不缺内容了，不可能亲自派人下场再去做指导，所以很多萌新的创作者现在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也给了很多所谓的自媒体导师和陪跑教练浑水摸鱼的机会。这么说吧，Gemini 3.0 的出现，这些所谓的导师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了。先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情况啊，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正儿八经的做视频了，大家从我自己的口播的这个状态就能感觉得出来啊，这个有些生疏了。自从有了小孩呢，虽然说每天都会用镜头去记录生活，但也仅限于记录啊，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呢整理成流水账，发布到没什么人看的地方。前阵子我看到网上把 Gemini 炒作的很厉害，所以就突发奇想说，让他帮我指导一下视频会怎么样？毕竟他们背靠的是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在自媒体创作这一块 ，Gemini 他们的这个数据相比于竞争对手应该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结果我试了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个人的三观相当于是被完全重塑了。我找了几期过去的流水账视频，问 Gemini， 我说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视频，并给出具体的优化建议，使其可以获得更多的流量。结果呢，他精确地找出了视频里的优缺点，每个点都有扎实的逻辑做支撑，不是为了挑刺而挑刺，并且呢，每个问题都给我提供了具体的修改方案。比如说，他会告诉我视频里哪些元素适合作为片头的黄金3秒。再比如原来设计的标题哪里不够好，他甚至还给我设计了3个标题，每一个标题都比我自己一开始想的要好。再比如他给我提供了几个封面的设计方案，虽然说不是直接生成封面，而是用文字描述，但是描述的其实已经很具体了，基本上等于临门一脚。实在不行的话，你把它这个复制下来稍微改一改，丢进旁边的这个 Nano Banana 也能生成不错的效果。接下来我还问他找出视频里可以删除的无效的对话或者是场景，他不仅能找出来，还能精确到具体的时间轴啊，就是从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然后更神奇的是，我让他找出视频里他觉得比较有趣的场景或者对话啊，他不仅能找出来，而且跟我心中觉得有趣的地方完全一致，这个就很神奇。他甚至还告诉我每一个有趣的场景具体要用什么样的特效或者是音效可以达到综艺感。Oh my god， 你知道这个有多震撼吗？Gemini 的每一条修改建议都有逻辑做支撑，非常具体，非常具有可操作性，这个很重要。而这比当年官方派的人工编辑强了不止一点点。更神奇的是，我还让他帮我给不同的场景推荐背景音乐，虽然并不是每一首都符合我的偏好，但是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我很快就能找到我自己需要的。我最近有一期 Vlog 视频就是在 Gemini 的指导下完成的。虽然说不知道流量最终会怎么样，但是整个剪辑过程相比以前非常流畅，我一上来就知道自己需要修改什么，而且最终的成品在观感上相比以前的流水账好了不是一点点。当然这个仅仅还是 Vlog 这一种形式，假如说是那种大量文字的口播视频，那 Gemini 就更牛逼了。我在这里找了一期几年前播放量超过1500万的视频，当时这期视频也是经过官方的编辑一起优化过的，正好可以拿来作为对比。我把它丢进 Gemini， 让它帮我优化一下文案结构，结果大家自己看吧。我把截图放在这儿，反正除了震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了。前面说的都是有文案、有对话的中长类视频，在这种类型里面 ，Gemini 已经杀疯了。那些只有画面和音乐、没有对话的短视频 ，Gemini 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在抖音上随机找了一个最近爆火的视频，有将近200万点赞。视频内容就是一对情侣的随拍，两人在吃日料提灯的时候发生的趣事。我把它丢给 Gemini， 它不仅精确识别出了视频的内容，还把视频成功的要素拆解提取出来了。从人物关系、事件、视觉证据，甚至视频用的 BGM， 每一个都掰开了揉碎了。这个其实很重要。前面我一直强调可操作、可执行。什么叫可操作、可执行呢？比如说，把前面提到的那些要素重新组合或者替换，就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爆款视频。
这就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爆款公式啊。这里我稍微暂停一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伏笔，接下来我在讲某个对标的国产 AI 的时候会用到。好，接下来是关于这个短视频的优化方案，文案优化、评论区运营之类的这种优化策略就先不说了，就看这个剪辑和画面微调方案。虽然姐妹呢没有明说，但我已经发现他已经意识到这个爆火的短视频是一个日常随拍，也就是说博主必然是不太可能有太多视频素材的，所以姐妹呢提供的建议是在博主已经拥有或者按照常理大概率拥有的素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优化。什么叫大概率拥有的素材呢？比如说上菜的瞬间，或者说对象吃第一口的画面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说要做记录的话，很大概率这些画面都会被捕捉到。除此之外，他并没有要求更多的素材，单凭这些就提供了一个极具可行的优化建议。这一点其实很关键，是第二个伏笔，待会讲某个国产对标 AI 的时候同样会用到。以前呢，我个人是 AI 泡沫论的支持者，觉得 AI 的需求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旺盛，现在这个市场可能被炒得过热了。但自从 Gemini 3.0 出来以后，我的疑虑被彻底打消了。我现在订购的是 Gemini 每个月$20的套餐，可以这么说，这是我近10年来感觉花的最值的一笔钱。那肯定有朋友会说了，国内某个最大的视频网站也有一款 AI 大模型，名字我就不说了，大家应该都知道。既然背靠这么大的视频数据，它在自媒体领域是否能够达到类似 Gemini 3.0 的效果呢？关键还是免费的。因为篇幅限制，直接说结论吧。这款国产模型在这个场景下面基本上还不可用，提出的建议还不具备可操作性。我用相同的中长视频、相同的问题问了它一遍，这款 AI 给我的答复中有很大的篇幅都在用各种修辞手法来描述视频内容。问题是，我还需要你告诉我视频讲了什么吗？而指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要么不具备可操作性，比如说只给某个点给出评价，却不提供方案建议；要么就是从一开始就没抓住点，就好像你的水货领导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能在标点符号、排版、用词遣字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挑你的毛病。另外，他们的行文风格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太多修辞手法掩盖了真正有用的信息，就好像高中语文凑字数一样，阅读体验甚至远远不如同为国产的 DeepSeek。大家如果不相信，可以自己找一期视频喂给 AI 试一下。前面说的都是中长类的视频，那么他们擅长的短视频在这款 AI 上面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还是以前面那个爆火的情侣吃日料的短视频为例啊，这款模型对视频的评价是场景真实，有天然的笑点和传播点。好，什么叫做场景真实？笑点、传播点具体又是什么？说了等于没说。相比于前面 Gemini 提供的那个爆款公式，差距就很明显了。而关于画面内容的优化，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暂停一下。他提出的要求相当于拍摄一部短剧，而忽略了这个短视频原本只是生活随拍这个重要的事实，人家压根就没想到拍那么多素材。当然，前面我只是简单拿几期视频测了一下，肯定会有以偏概全的地方，而且肯定也有他擅长的地方，只是我没有发现。但目前我对这款国产 AI 的第一印象是，它现在的表现还对不起它现在坐拥的海量视频数据和它母公司的江湖地位，期待有一天被打脸。虽然我只是吐槽啊，但是也相当于无意当中帮他们找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付费场景。你想，有多少人想搞自媒体，结果放弃？比如说像我的丈母娘，跟我说要做抖音，说了好多年，到现在呢还是在原地踏步，就是因为缺少一个靠谱的指引。你让一个很闲的乡镇大妈靠 AI 写代码搞设计不太现实，但是用 AI 指导他们拍短视频，这个却是实实在在的刚需。你看有多少人花了几千块钱买了所谓的自媒体这个各种各样的课程，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呢？当然 AI 的出现不是为了淘汰谁，而是为了像我丈母娘这样的普通人也能拥有顶级剪辑师的思维，把工具用好，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导演。